今年是丙午年，天干地支全都是火。你是不是觉得最近不管做什么都特别容易心浮气躁，甚至处处碰壁？外头的骄阳烤得柏油路发烫，但这还不是最折磨人的。真正让我们煎熬的是天地磁场带来的共业，让我们心里那把无名火越烧越旺。大家都在互相消耗，一旦心乱了，你看什么都不顺眼，甚至连积累了大半辈子的福报跟人脉，都在这股无形的热浪中烧得灰头土脸。但请放心，外面的火再大，也烧不毁一颗清净的心。今天的内容，我会告诉你有哪4个生肖即将借着下半年的这把大火，迎来人生的绝地大翻转，并教你如何稳稳接住属于你的财富与平安。请静下心来，给自己倒杯温水，慢慢听到最后，因为现在就是你改变命运的关键时刻。在这场天地的淬炼中，今年下半年第一个能在烈火中迎来改运的是生肖虎。在五行里面，虎属木，是一棵参天大树。你想想，今年这大火烧山，一棵大树被扔进火海里是什么感觉？那是一种深层的试炼。上半年，很多属虎的朋友肯定觉得自己内心的生机与灵性都快被环境的浮躁给消耗殆尽了。往前走全是阻碍，往后退就是悬崖。你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很努力了，每天早出晚归，对家人负责，对工作尽心，但为什么总是入不敷出？为什么生活总是处处刁难你？但是古人有句话叫寅午半合火局，木头能生火，只要你咬紧牙关，这把火不但烧不死你，到了下半年，你还会成为这时代最猛烈的燃料，把黑夜照得通明。因为在智者眼里，火亦是光明。这把火究竟是焚身之劫，还是破暗之光？且看南部老街林伯的境遇。在南部老街开传统茶行的林伯，年过60，是个典型的属虎人。茶行开了快40年，木招牌上的金字早已斑驳。当年这里门庭若市，他靠乡亲们的光顾养大了3个孩子。可今年上半年气候异常，加上大环境不景气，年轻人都去买手摇饮了，谁有闲情泡老人茶？茶行连续好几个月，一天连3个客人都没有。5、6月时天气闷热如蒸笼，林伯坐在破旧藤椅上，看着嘎吱作响的老吊扇，心里发急。仓库堆满卖不出去的春茶，再放就不新鲜了。下个月店租在哪？大盘商催款电话不断，老伴阿春在后头算账，算着算着，眼泪便掉了下来。他合上账本劝道：老伴，干脆把店收了吧，去给儿子带孙子，别硬撑了。他舍不得这块招牌，舍不得这辈子唯一会做的事。7月底的午后，下着滂沱雷阵雨，店门突然被推开，走进一个浑身淋湿、神情焦急的中年男子。他穿着名牌西装，此刻却狼狈不堪，连皮鞋都泡了水。男子一进门便急切地问：老板，请问还有30年以上的正宗老乌龙吗？我跑了好几个县市都说没了，求您帮帮忙。原来男子年轻时叛逆，跟父亲决裂离家10几年，如今父亲已走到生命的暮秋，唯一遗愿就是再喝一口当年在三合院品尝过的老乌龙。男子想借这饼茶磕头认错，解开心结。普通商人遇上这种极客早坐地起价了，更何况林伯正缺钱救急，开价10万男子也会买单。但林伯没有，看着对方焦急的眼神，他想起自己在北部打拼，一年难见2次面的儿子。林伯默默戴上老花眼镜，拿着手电筒钻进烤箱般的仓库深处，在杂物里翻找了1个多小时，
终于捧着一罐布满灰尘、封条泛黄的老陶瓷茶罐走出来。年轻人，你运气好，这是当年我跟着师傅学备茶留下的镇店之宝，我都给。林伯用毛巾擦了擦热汗，将钞票轻轻推回。当年进价多少，今天就卖你多少，只收2000，拿去吧，赶快回到榻前陪你父亲。家人没有隔夜仇，别让老人家带着遗憾走。男子愣住了，眼泪夺眶而出，深深鞠了一个90度的躬，冲进雨中。不到2礼拜，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外，男子再次出现，衣着笔挺，身旁跟着助理。原来他是知名的文化产业投资客。父亲喝了熟悉的茶，解开心结。一家人在最后时光圆满团聚。男子为报恩亲自南下，他没有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看重林伯茶行里不沾铜臭的人情味与匠人精神。他帮林伯的老茶重新设计包装，融入在地美学，并签下5年独家供应合约，将其推广到高阶市场。林伯的茶行就这样奇迹般地迎来了绝地大翻转。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林伯为了10万块钱起了贪念，结局还会是这样吗？你看明白了吗？这就是生肖虎在下半年的绝地反击。在佛学里，这叫做无相布施。什么是无相布施？就是你做善事的时候，心里没有算计，不求回报，甚至忘了自己在做善事。林伯在自己最穷困、最缺钱、最需要一笔横财来救急的时候，依然坚守底线，不趁火打劫。他布施出去的不只是一罐茶，而是点亮他人生命暗谷的一束光，是一份成全别人家庭圆满的善念。属虎的朋友，下半年你的贵人就藏在你不经意的善意里。当你觉得自己快被火烧死的时候，千万别走歪路，别为了短期的利益去坑蒙拐骗，保持你骨子里的那份正直。这把火不但烧不回你，反而会把你淬炼成一块闪闪发光的真金。只要心存善念，老天爷绝对不会亏待一个在泥泞中依然坚守正道的人。说完了生肖虎，我们来看看平时脾气最好、总是在退让的生肖羊。属羊的朋友天生是土象命，你们心地善良，对家人、对朋友总是习惯性的包容。家里兄弟姊妹分家产，你总是不争不抢。别人在背后说你闲话，你听到了也只是笑笑说没关系。别人不愿意做的苦差事你默默扛，别人占了便宜，你也觉得退一步海阔天空。但在丙午年上半年，环境这么浮躁，脾气大的人那么多，你每一次的退让换来的是什么？可能是别人的得寸进尺，是你的好心被当成了软弱可欺。你可能在公司里替同事背了黑锅，或者亲戚借了钱迟迟不还，你连开口要的勇气都没有，你只能把委屈往肚子里吞。晚上一个人在那里掉眼泪，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在为别人活。但是请你听好，今年下半年老天爷要把最温柔的回报稳稳地砸在你的手上。在12地支里，5根位是相冲又相合的微妙关系。下半年这股炙热的火烧向别人，可是烧到你这里时，全被你那层厚厚的胃土给挡住吸收了。这叫火生土，这股焦躁的能量会被你转化成源源不断的福报跟财富。这不是那种暴发户式的横财，而是细水长流、稳稳当当的暗处生财。这并非虚无缥缈的安慰，而是实实在在的因果显化。让我们走进那个嘈杂的传统市场，看看美姨是如何用一颗静心挡住漫天炮火的。美姨今年快60岁了，属羊，在一个非常老旧的传统市场里开了一家裁缝铺。那种铁皮搭的市场，
环境很差，地上总是湿漉漉的，混杂着生肉摊的腥味跟下水道的气味。到了夏天7、8月，铁皮屋顶被太阳一晒，简直就像个大烤炉，连工业电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烫人的。今年上半年景气不好，市场里人心浮躁，生意难做。美姨隔壁摊卖进口廉价杂货的阿旺是个嗓门大、脾气暴的人，为了多摆几样商品，阿旺天天把货架推到美姨的店门口，甚至挡住了客人进出的路。有时候美姨的客人不小心碰到了阿旺的货，阿旺还会破口大骂，指着美姨的鼻子数落，说他这种老派的手工店早就该关门了，占着茅坑不拉屎。美姨怎么做，他一句话也没反驳。面对阿旺的冷嘲热讽，他只是默默地拿着扫把，把阿旺越界的垃圾扫干净，笑着跟自己的客人道歉，然后转身回到自己那台母亲传下来的老旧缝纫机前。那段时间，美姨正在为一位即将出嫁的女孩赶制一件传统的纯手工牡丹刺绣旗袍。这件旗袍的布料非常娇贵，一点汗水或油污都不能沾上，外面炒得不可开交。阿旺的叫卖声震耳欲聋，天气热得让美姨的汗水一直滴进眼睛里，刺痛无比。但美姨的心却像深山的泉水一样平静，她将外在的喧嚣化作针线间的定力。她带着顶针，一针一线地缝着，没有一丝怨言，也没有一丝因为烦躁而产生的敷衍。她把对新娘子的祝福全都缝进了细密的针脚里。就在旗袍完工的那天，女孩带着家人来试穿。这家人其实是从海外归国的知名企业家，非常重视传统文化。当女孩穿上那件旗袍，剪裁服帖，刺绣栩栩如生，完全没有一丝因为外在环境浮躁而留下的粗糙感。企业家的母亲，一位见多识广的老太太，看着满头大汗的美姨，感叹地说：“老板娘，这市场这么吵，这么热，旁边的人还这样欺负你，我刚才在旁边都看在眼里了，你怎么还能静下心来，做出这么有灵气的衣服？”美姨只是拿毛巾擦了擦手，温和地笑着说：“外面吵，心不能吵。做衣服跟做人一样，得守住本分，不能把火气缝进去。他骂他的，我缝我的，互不相欠。”就因为这句话，加上那份无可挑剔的手艺，这家人深受感动。这位企业家不仅给了美姨超出原价好几倍的丰厚报酬，还直接邀请她参与一场大型的国际传统服饰文化展览，为所有的模特儿量身定做服装。后续的高级定制订单更是接踵而来，美姨不用再待在闷热的铁皮市场受气，她靠着自己的修为迎来了人生的春天。各位属羊的朋友，这就是你们下半年的运势。在佛学里，这叫做忍辱波罗蜜。弘一法师说过，忍辱是最大的福报。很多人以为忍让是懦弱，觉得被人欺负了不还口就是吃亏。其实，能在烈火般的环境中，在别人对你恶言相向的时候，依然不与人争执，坚守清净心，这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力量。下半年，你不需要去跟别人争，不需要去网络上跟人吵架，也不需要去抱怨老天不公。你只要像美姨一样，守住你的善良，专心做好你的本分。你那份不被环境污染的清净心，就是你最强大的护身符。那些你在暗处默默咽下的委屈，最终都会化为滋养你的厚土，为你开出最美的财富之花。如果说上半年的生肖狗经历了被背叛与掏空的绝望，那么下半年的火库大开将为你们带来最震撼的因果显化。属狗的朋友，你们的代名词就是重情重义，对待父母极尽孝顺，再苦再累
也把最好的留给长辈。对待朋友更是没话说，只要身边的人一句话，你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总是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别人家有事，你跑得比谁都快，自己有事却总是闷在心里，不想麻烦别人。但在这烈火烹油的丙午年上半年，你的情谊换来了什么？是不是替人背了黑锅？是不是好心借钱给亲戚，最后却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甚至被最信任的合作伙伴推入火坑，搞得自己一身债务，连最亲的家人都跟着受苦。半夜看着熟睡的伴侣，心里满是愧疚。从底层逻辑来看，丙午年满天是火，而狗的地支是戌。在传统智慧里，寅午戌三合火局，而戌正是那个火库。上半年火库还没正式打开，外面的火那么旺，就像把你放在锅炉上干烤，生活把你烤得心灰意冷，觉得老天爷真是不公平。为什么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吃香喝辣，而你这么善良，却似乎成了一种罪过？但请你务必撑住，进入下半年，天地磁场完全逆转，火库大门轰然敞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过去吃过的亏，受过的委屈，替别人扛下的罪，全都要化作不可思议的善报，回到你的生命里。要理解这种命运的极致反转，我们需要跨越30年的时光，去看看志明大哥那笔看似打水漂的情谊是如何在岁月中酝酿成金的。志明今年62岁，标准的属狗人，退休前是个安分守己的游览车司机，一辈子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前2年他拿着大半辈子辛苦存下来的几百万退休金，跟着认识了20多年的拜把兄弟一起投资运输事业。志明重感情，完全信任对方，合约连看都没仔细看就签了字，甚至还拿自己的老房子去做了保人。结果今年春天，那位拜把兄弟卷款潜逃，突然人间蒸发，公司瞬间倒闭，庞大的债务全部砸在志明一个人头上。那段日子，志明的妻子阿华天天在家里掉眼泪，原本准备给小女儿出国进修的积蓄也全没了。60多岁的人，原本该是含饴弄孙，每天去公园泡茶下棋的年纪，志明却只能拉下老脸去给人家开小货车送建材还债。7月中旬的一天，天气热的柏油路都在发烫，连路边的野狗都躲在阴影下吐舌头。志明接到一单运费微薄、路途又遥远的苦差事，要把一批沉重的石材送到偏远高山的一座古寺。山路崎岖，9弯18拐，老货车的冷气早就坏了，引擎还时不时发出怪声。志明紧握着方向盘，汗水把衣服湿透了又干，干了又湿。他一边开车一边流泪，心想自己这辈子从不偷斤减两，对朋友掏心掏肺，为什么临老了却落得这般田地？好不容易把沉重的石材一块一块搬进古寺的后院，志明累得双腿发软，瘫坐在大树荫下喘气。这时，古寺的住持师傅走了过来，递给他一碗清凉沁心的仙草蜜。师傅站在旁边看了志明好一会儿，突然开口问：“请问您是不是30多年前常在火车站前排班的志明司机？”志明愣住了，擦了擦额头的汗，看着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的出家人，默默点了点头。师傅红了眼眶，双手合十，深深鞠了一躬，说道：“阿弥陀佛。35年前的一个冬天，寒流来袭，我还是一个身无分文、北上求学的穷学生。那时我钱包被偷，饿了整整2天，在火车站前的冷风中几乎支撑不住。是您把我扶上车，不仅没有赶我走，还免费载我到学校。
甚至跑去月台买了2个热腾腾的排骨便当塞给我，里面还夹着500块钱。那顿饭的恩情，我找了您30几年，今天终于见到了。原来这座古寺香火鼎盛，目前正在筹备一场长达3年的大规模扩建工程。住持师父得知志明的遭遇后，当场决定将所有庞大的建材运输业务全数交给志明来统筹，不仅预付了丰厚的工程款，解决了志明的燃眉之急，师父还亲自为志明牵线，介绍了许多虔诚的企业家信徒给他认识。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志明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保住了老房子，还重新成立了自己的车队，规模比以前更稳固。当他把第一笔赚来的钱交给妻子阿华时，两夫妻抱头痛哭。各位属狗的朋友，这就是你们下半年的命运大反转。岁月从未辜负任何一丝纯粹的善念，在佛学里，这叫做因果不空。弘一法师常说，世间一切皆是因果。你以为上半年被背叛、被骗走的财富是你人生的终局吗？错了，那只是在为你消弭过去多生多劫的烦恼与执念。而你曾经种下的善因，哪怕是30几年前一个不经意的善举，哪怕你自己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宇宙的磁场从来不会忘记，因果的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下半年火库大开，就是你积累了一辈子的善报集中显化的时刻。曾经受过你恩惠的人，那些默默看着你行善的人，都会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把你从泥淖中拉出来。所以请你一定要相信，忠厚之人必有厚报。别因为一次的背叛就收起你的善良，变得愤世嫉俗。别因为一时的困境就对人性彻底失望。把你心中的无明火熄灭，用平和的心去迎接即将到来的贵人。你流过的眼泪最终都会变成洗刷火库的甘露，为你带来不可思议的福报。最后，我们要来谈谈下半年命运反转最剧烈，也是最能展现修行境界的生肖猪。在12地支中，猪对应的是亥，五行属水，而且是汪洋无际的大水。而今年是丙午年，漫山遍野都是熊熊烈火。很多人一听到水火相遇，直觉就是水火不容，必有大灾。甚至有些江湖术士会摇摇头，危言耸听地告诉属猪的朋友，今年你们被这股天地之火烤得水深火热，准备迎来人生的万丈深渊。但如果你真的懂弘一法师的佛学思想，你就会明白，只看见表面的冲突，那是凡夫的眼光。易经里有一个极好的卦象，叫做水火既济。水如果只是毫无章法地泼在火上，那叫玉石俱焚。但如果把水安安稳稳地放在鼎炉里，让火在底下慢慢地烧，这水就能煮沸，能泡出一壶极品的好茶，能熬出一锅润泽生命的甘露。这就叫做水火相济。上半年，生肖猪的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就像那锅被放在烈火上煎熬的水，你可能遭遇了事业的滑铁卢，经历了人际关系的彻底崩塌，甚至被迫离开了原本舒适的生活圈，搬到了你不喜欢的地方。你觉得老天爷在针对你，每一天都在受苦。水火之交，非生即死，端看你如何驾驭。陈姐的跌宕人生正是这一卦象最生动的注脚。陈姐今年58岁，属猪，原本是都会区里叱咤风云的房产女强人。30年来，她习惯了呼风唤雨，出门有司机接送，参加的都是衣香鬓影的晚宴，喝着昂贵的红酒。她对待下属严厉，对待同行充满算计，习惯了高高在上的生活。但在今年上半年，他因为过度自信，轻信了一位多年的合作伙伴，
将所有资金投入一个看似美好的跨国开发案，最终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短短几个月，陈姐失去了豪宅，失去了名车，甚至背上了沉重的债务。那些昔日里围绕在她身边阿谀奉承的朋友，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打电话过去，不是拒接就是空号。7月的酷暑，陈姐变卖了最后的首饰，搬进了郊区一间简陋的铁皮屋。那种闷热，真的就像是把你丢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烤。铁皮屋里没有冷气，只有一台嘎吱作响的老电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烫的。陈姐脱下了名牌套装，换上了廉价的宽松衣物。如果是一般人，经历这种从天堂掉到地狱的打击，早就崩溃了，甚至会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但陈姐没有，属猪的人骨子里有一股包容万物的韧性。她看着满屋子的纸箱，听着外面吵杂的车声，没有掉一滴眼泪。她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在还没发达之前，为数不多的爱好，熬煮传统的冷制手工皂。在那种让人喘不过气的炎热中，陈姐穿着粗布衣，戴着护目镜和手套，在闷热的铁皮屋里，一锅又一锅地熬煮着那些天然的油脂与碱水。汗水顺着她的脸颊不断滑落，滴在围裙上。有时候汗水流进眼睛里，辣得她睁不开眼。外面的天气是火，她手里熬煮的皂液是水。在这个无比煎熬的过程中，陈姐拿着搅拌棒，看着皂液在高温下慢慢浓稠，产生变化。那一刻，她突然悟了。她发现自己正在被熬煮的，其实不是这些肥皂，而是她过去30年来沾染的傲慢、贪婪与执着。这场看似毁灭一切的大火，其实是老天爷在帮她涤荡灵魂的杂质，萃取生命中最纯粹的静定，让她看清什么才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陈姐做出来的手工皂没有添加任何化学香精，只有最纯粹的艾草与左手香的清香，质地温润如玉。就在入秋的时候，一位在东亚各大都会区举办跨国文化策展的年轻设计师，为了寻找具有传统禅意的展品，辗转来到了陈姐的铁皮屋。这位设计师正是陈姐10年前在一次慈善晚会上随手资助过的一位清寒艺术学生。那时陈姐只是为了节税和拍照做面子，随手签了一张支票，但这位学生却一直把这份恩情记在心里。设计师被陈姐那份在绝境中依然纯粹、安定的手艺深深震撼。他将陈姐的手工皂带到了国际展场，搭配了极具东方禅意的美学包装，命名为静心。这款手工皂在那些饱受高压折磨的都市人群中引发了巨大的共鸣。大家在洗浴时仿佛也能洗去一身的疲惫与焦虑，订单如雪片般飞来。陈姐不仅还清了债务，更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灵平静。现在的她笑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还要真诚。各位属猪的朋友，这就是你们下半年的通天大道。在佛法中，这叫做逆境即是增上缘。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坏事，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成就更强大的你。下半年，当你觉得四面楚歌，快要被环境的烈火烤干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底线，不要抱怨。你要把这场火当作熬煮你生命杂质的炉灶，守住你内心的那潭清水，不随波逐流，不沾染世俗的恶习。当水火真正交汇的那一刻，就是你转烦恼为菩提，迎来人生大圆满的时刻。那些曾经看似水火不容的阻碍，最终都会成为推动你重获新生的最强大力量。听到这里，其他8个生肖的朋友千万别慌。很多人会想，哎呀，老师，我不是这4个生肖，
那我下半年是不是就没指望了？是不是只能躺平，任人宰割了？请把心安放在肚子里，老天爷的雨露是均沾的。刚才说的4个生肖是借火，而剩下的8个生肖，我们不能硬碰硬，得学会避火。生活就是这样，不可能每天都在过年，也不可能每个人天天都在走大运。下半年，只要你懂得避开这股无名火，一样能平安顺遂，家和万事兴。请你把这几个字记在心里，最好拿笔写下来。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那么，具体落实到每天的柴米油盐里，我们该如何各自修行呢？先来说说首当其冲，直面磁场冲击的属鼠与属马的朋友。下半年的磁场对你们来说是直面冲击，水火相冲或者火上加火，这会让你们的情绪特别容易失控。下半年你们的字典里只能有一个字，那就是稳。去市场买菜，人家少找你5块钱，笑笑就算了，别在大街上跟人起冲突。投资理财，不要听邻居说什么股票好赚就跟风，守住你的老本最重要。更重要的是控制好脾气，骑车在路上遇到别人乱按喇叭，让他先走。回到家，伴侣念了几句地没拖干净，你就当作是修炼耳朵，默默拿拖把拖完就好。退一步，守住你的清净心，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浮躁的时期，就是最大的福报。看完了首当其冲的鼠与马，我们再来看看平时最任劳任怨，却最容易受委屈的属牛与属兔的朋友。今年下半年，你们最容易碰到的委屈就是好心没好报。属牛的朋友脾气倔，容易在职场上替人背黑锅。属兔的朋友心太软，总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儿女缺钱你掏老本，亲戚有难你冲第一，但别人却觉得理所当然，根本不领情。听好，下半年请学会为自己活，你要懂得设立界限，守住自己的防线。亲戚来借钱或者要你做保，就算拉不下脸，就算被骂，你也得勇敢说不。把时间跟精力花在自己和老伴身上，多去大自然走走，去公园散散步，抱抱树，把心里的闷气排出去，别再为了别人的破事伤神。至于5行属金的属猴与属鸡的朋友，今年的感受会特别深刻。在5行里，你们属金，今年这大火满山遍野地烧，火来克金，你们的感受会特别明显，就是压力山大。不管是职场上的明争暗斗，还是家里长辈与晚辈之间的代沟摩擦，都让你觉得夹在中间喘不过气。但别叹气，记住一句话，真金不怕火炼。那些压力其实是上天给你的淬炼。遇到困难，咬紧牙关挺过去，别抱怨，把委屈咽下去，化作肚子里的养分。别去跟人争论谁对谁错。到了年底，你的抗压能力与人生境界会有质的飞跃。你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痛苦的人根本不值得一提。最后是磁场相对平稳的属龙与属蛇的朋友，你们一位有水库，一位是小火，下半年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是最适合当和事佬的角色。环境充满火气，不管是家族聚会时婆媳争吵，还是邻里之间的摩擦，只要你们愿意主动出面调和，用柔软的语言化解干戈，一定能累积极高的人气与福报，甚至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善缘来到身边。低调点，顺势而为，默默积累你的好人缘，多说好话，多做好事，这就是你们下半年的最佳智慧。总而言之，这8个生肖的朋友不需要去经历那些大起大落的反转，只要记住顺其自然，守住本心，下半年依然是平平安安。
我们普通老百姓求什么？不就是求个无灾无难，家人平安，三餐温饱吗？这就是最大的福气。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因果与修心的故事，很多人可能会问，老师，道理我都懂，但回到现实生活，面对那些讨厌的人，烦心的事，我这心里的无明火还是压不住，该怎么办？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真正的修行绝对不是让你剃度躲到深山里去，而是在我们每天充满柴米油盐的日常里。今天我教大家3个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微小行动，每天照着做，你就能自己扑灭那把无明火，把好运一点一滴地积攒回来。第一，睡前3分钟的观心。到了下半年，天气热，心也容易浮躁，很多人晚上常常翻来覆去睡不着，满脑子都是白天的恩怨。请你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先别急着滑手机看新闻，闭上眼睛，花3分钟的时间，想象自己是一潭平静的湖水，把今天白天在外头受的气，跟人计较的几十块钱，儿女不听话的顶嘴，全都像灰尘一样慢慢沉淀到湖底。吸气的时候感受一阵清凉，吐气的时候把一天的烦躁全吐出去，像水一样降温。心静了，你的磁场就稳了，福气自然就聚拢过来。第二，停顿3秒的说话练习。火气大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犯的就是口业，一生气，那种伤人的话就连珠炮似的脱口而出，图了一时的痛快，却把彼此的情分跟自己的福报都烧得一干二净。下半年给自己定个规矩，遇到冲突，想要发脾气骂人的时候，先在心里默数1、2、3，就停顿这3秒钟。这3秒钟就是你退一步的海阔天空，是你留给自己转念的空间。话到嘴边留半句，不伤人也不伤己，这就是最高级的修养。第三，随喜赞叹的练习。人在低谷的时候，看到别人赚大钱，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考上好学校，看到别人家庭和睦，心里很容易生出嫉妒的火气，觉得凭什么他过得比我好？嫉妒是最消耗好运的毒药。从今天起，练习随喜赞叹，看到别人好，哪怕你心里有点酸，也要在心里默默跟他说一句，真为你高兴，祝福你。当你愿意去赞美别人，祝福别人的时候，你就是在转化心里的嫉妒之火。你发射出什么样的善念，宇宙就会把什么样的善果回馈到你身上。这3个动作很简单吧？不用花半毛钱，也不需要去深山林内，只要每天落实在生活里，你就是在为自己打造一个坚不可摧的金钟罩。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聊了丙午年的天地大火，也讲了4个生肖在烈火中重生的故事。听到这里，你还觉得命运是完全写死在八字里的吗？算命看八字，那是老天爷给你发的一手牌。有人拿到好牌，有人拿到坏牌，但这副牌最后怎么打，能不能赢，关键都在于拿牌的那个人，在于你胸口跳动的这颗心。最好的风水从来不在祖坟，不在罗盘，而是在你的心里。如果你心怀恶念，整天算计别人，看到别人好就眼红，就算老天给你安排了再强的贵人，再大的财库，那把无明火迟早也会烧回自己身上，把福报烧得一干二净。反过来说，如果你心地善良，就算现在处于人生的低谷，走在泥泞里，只要你坚守正道，做一个正直厚道的人，老天爷也一定会在绝境中为你留下一线生机。好命不如好心，福地福人居，这就是天地运行最根本的因果法则，也是弘一法师一生都在教导我们的慈悲。
在丙午年的下半年，不管你现在是春风得意，还是依然在困境中挣扎，我都希望这支影片能为你带来内心的平静，把心里的无名火扑灭，你的人生自然会迎来最温柔的清凉。现在，我想邀请你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请把这支影片下方的留言区当做一个祈福的道场，请你在留言区留下你的善意与祝福。你可以写下一句心怀善念，好运连连，也可以写下感恩满满，福气多多，甚至只是为你身边正在找工作的孩子，为辛劳一辈子的伴侣留下一句简单的平安祝福。千万别小看你在荧幕前打下的每一句话，当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里留下正向的留言，温暖的文字就会汇聚成一个极其强大的善念磁场。你今天发出的一个微小善意，最终都会穿过这个磁场，放大几十倍、几百倍，反弹回到你的生命里，为你化解烦恼。万法皆空，因果不空。祝福大家，愿我们都能在丙午年的喜牌中化险为夷。无论外面的风雨多大，愿你心中永远有一盏明灯。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为你带来了平静与启发，欢迎您轻点订阅与按赞，将这份正能量分享给身边需要温暖的朋友。我们下次见。